工务中现主时，若是要伫咧便所间软壁软空斗一寡家啊，你就会开始烦恼，你和恁太太的感情敢会亲像迄块泰鲁共款，拢别了了咯。这个时阵，你就要先来求神拜佛啦。拜托不要练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个方法，不用求神拜佛，让你在居家钻墙壁、瓷砖都不会裂的方法。不会练吗？真的不会裂。哦，所以拜福德不如拜师傅就对了。没有，信仰很重要，但是有些事情是你自己可以掌握。好，不要把责任都推给信仰。Yes。言归正传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在 IKEA 好找到这个毛巾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毛巾杆待会我们要安装在这个墙面上面的时候，比如说必须打在这个很边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安装这个洞是要打在这个瓷砖的这个边缝的时候，往往它很容易就破裂掉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或是有些师傅大家都很头痛，最讨厌人家说帮我安装在这个缝上，一下去刚好两边都破开。哇，那正常的是在十字交汇的一次破4片。可能没有拿到钱就已经先对，先了钱了。好，那甚至有时候有些刚好钻到捧供的，一钻整个就斜片啪的2块下来。那我们就亲身遇过啊，那装一间浴室，装到他们整个都浴室鬼窿墙壁都裂光光，然后业主直接就打他墙，把它退掉，然后把瓷砖全部重贴。那这水电师傅出钱吗？水电师傅出钱。这个对，就是直接把它退掉啊，然后后来才找我们去钻。可是钻的时候，他在别的地方收尾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在那，他说啊，原来还有这一招，对，就是有这一招，武林秘籍啊。对，有些水电师傅不一定知道，但不是要贬低任何人的意思，而是我觉得说，在这个公开的平台、跟公开的场合、跟时代，我们一起把这技术公开出来，一起交流，大家一起进步。好，我们也迫使希望看到这影片厂商跟我们联络，不是开发出更好的产品，造福大家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跟我立我。首先，我们现在来准备要来安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业主有特别的要求跟交代，他想安装的位置就是刚好在这个门片到这个干湿分离，好，这个中间的地方尽量取其平衡，然后用2支把它斗起来。抓到这个位置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准备要标高度。133了，133是这条白线，那就可以把它做个记号。好，这大概待会我们就会安装在这个地方。那你在安装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水瓶可以放，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装那个恒温龙头的时候，那如何看它相对水平？是不是要透？对。你现在看到对不对？好，你再上升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就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差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就要抬高。哦。好，那这时候再看一下，眼睛看一下，头慢慢抬高，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是左边比较高，右边要降低一点点，降低一点点，再降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是到平的地方。这时候你压好以后，就是往前顶住它，胸部都可以。好，不要让它2只来动。好，画个圈圈。好，标记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再做一件事情，翻过来看它后面，它有2个洞，对不对？上下2个洞，我们看它这固定片是不是相对在圆孔的正中间？你可以把它拿下来。好，这个正中间的地方，你就要把它放在这里正中间。好，相对圆心的正中间，对不对 ？Yes。好，Pro 记号。好 ，OK， 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这2个洞这样子就完成。待会我们是要钻洞的时候，当你机器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记号不就歪掉，不就不见了吗？这时候通常我们会这样子做，它做个延伸，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我们做个延伸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标记放样就完成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好，我们就来准备我们今天要来钻洞的工具。当当，这一只东西。然后大家可以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根棒子。有没有看到这一根棒子上面是什么？答案它是人工钻石。那今天我们选择这样子的瓷砖，
是材质是比较软一点点。这种属于什么瓷砖？这种就是属于还不到抛光石英砖，它是有点粉质。那像这种地板那种石英砖，超硬，或者是有人贴在墙面上是用板岩，用这个也可以吗？一模一样，只是差别在于说软硬会影响到你钻进去的速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拿另外一个东西，电钻。这个好像在那个出现过。可是不用限制说它什么功能，只要会转就好。然后它是要3爪的，它后面是6角。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电钻前面必须是3爪，才能够抓住它，插到最里面，好，这样能够确保你待会在洗动的时候，能够提高你机身跟操作的稳定度。在真正操作之前，我们还先要跟大家说个操作的原理解说。我们要钻的地方，把这个位置的瓷砖把它磨进去。那磨进去要多深？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瓷砖的厚度嘛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头就刚好是差不多是这个头？那我们再看这个头的大小，跟这个塑胶纸的大小是不是很接近？很接近。那所以待会我们把这个表面磨掉以后，我们才换震动电钻去钻后面的墙体结构。那你磨是要怎么磨？正面这样磨吗？还是这样子侧边这样子磨？侧边这样子磨。因为你如果是从正面直接下，它会一直乱跳，它会一直乱跳。那你如果是先磨出一个凹槽，那它是不是可以以这个为立基点，然后慢慢的转正，慢慢转正，转正都相对稳定的时候，再跟着机身开始这样摇晃。根据物理的原理，同样的加压力道，当面积越小，它的贯穿的点是越强大的。P 等于 F 除以 A。对。Pressure 等于 force 除以 area。对，我想大家没兴趣。那就直接这样子钻了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时候要怎么钻？加水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水，就像鱼儿不能没有水。那现在我们就直接 demo 给大家看。好，看师傅的手势，看我的手，好。我让它墙面有水，然后现在开始转动，刚碰下去它会跳哦，对不对？不稳定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当它磨出一个凹槽的时候，它是不是相对稳定？你看，是不是它已经磨出一个凹槽？对，一个小凹槽。对，所以这个台词我们讲的很重要。当你磨出第一个凹槽以后，后面就相对的稳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对不对？好，看是不是开始在慢慢的移动，甚至加速？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开始摇摆？有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钻头已经没进去了？对。拔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已经攻进去了。然后你钻完第一个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看，好，你看这个地方。它是不是躲在里面？你看这个中间这个有没有跑出来了？粉粉。对，因为它断掉了，那你就要把它取出来。然后呢，甚至呢可以过个水，转一下，洗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第二个洞也是一样哈。来，你看师傅从侧边看，你看师傅的机器是不是都会这样翘起来？对。我不会这样子钻，我避免水从这个地方流进去，好，这很重要哦，哈。看它就会跳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小心。有没有看到师傅还有靠用下巴协助它的稳定性？尤其在前面的哈，刚开始钻下去的时候很重要。你看，钻到当你的记号不见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现在当初这个十字记号有多重要。
时候哦，我们还记得，你看，我们观察这几个洞，像这几个洞有没有？下面这个地方，下面这个洞，它的柱子已经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上面这个还在，就拿这只小衣，可以加一个片子，轻轻的点它一下，轻轻敲一下，它就掉了，工具就掉了。你这个头呢，越平整，好，待会越不会跳。待会我们要用 Bosch 的时候，相对的稳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钻完以后，我们准备要钻后面的墙体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才换这一只，这样子还会钻到瓷砖吗？不会了。当然不会钻到瓷砖啦。那瓷砖还会裂吗？不会。不一定，因为如果你在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去扫到旁边，会不会裂？会。可是它会裂到什么程度？只有这边一小这边裂开，它就不会大面积的劈裂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示范钻给你们看啊。好，你看我们装完了，没有裂掉，对不对？ Yes. 好，这个就把它打进去，就松了，有比较松一点啦。我们待会锁的时候，感觉一下它的紧度如何，如果不行就要换掉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螺丝，好，跟刚刚那个垫片来锁进去哦。 等下拿个十字螺来打，是会紧的啦，是会紧的，有紧的，哦，是会紧的。切记在微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这样子弄哈，你会把这个墙面这个刮到坏掉。它很明显，它的构造是从上面卡下去的，然后卡槽在上面，对，卡槽在上面，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 好，有没有？那就进了。然后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先固定，先入牙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固定紧，先看一下眼睛目测，看一下这根杆子跟这个瓷砖的切线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慢慢往上看。好，就接近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是有平了。OK， 好，那就可以了。那有平了以后，才开始把它锁紧。 好，这样子入牙，然后我们来抓一下测试看看，会不会哩落落这样子？感觉没有不牢固哦。如果不会，相对牢固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个师傅在钻的时候，这跟之前师傅拿那个，这个，看一下。跟师傅当初拿这种在钻的时候，速度上是不是差非常的多？这个装好一个，可能别人装好2、3个去了，还有这个钻头的消磨。对啊。所以千万不要再跟这些专业的师傅去抱怨，才钻一个洞要多少钱？不是这样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。那我们今天大家把技术做提升，就免去这些问题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付出相对应的报酬，尊重专业的这个价值，有这样的利润才能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，或是有志的这个师傅来提供更好的品质给大家服务。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好 ，OK。以上就是今天宅水电的内容。是。好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。那记得每周5晚上6点半，敬请准时收看 YouTube 宅水电。拜拜。拜拜。先背啊！